是江南首富陆家嫡女，嫁于永安侯府3年，今日邀这些官夫人赏翠，本是替夫君周全人情，他却让我沦为笑柄。大娘子真是好雅兴，京中都传侯爷新晋纳了位可心人，宠得跟眼珠子似的。我还以为大娘子正忙着管教后院呢。什么管教不管教？如今哪家不是新人笑旧人哭？这大娘子商贾出身，嫁妆丰厚，自然比咱们这些靠月例过日子的想得开。3年来，我拿100万嫁妆尽数填补侯府，沈鹤竟养个外室来折辱。大娘子，这是您夫君的平妻白小娘子在铺子里的花销，一共10万两。白小娘子说了，您是当家主母，这账自然该您来结。平妻，不曾跪敬主母茶，没入沈家族谱，一个暖床妇也配妄称平妻？10万两的烂账还敢塞到我头上，可笑！大娘子名门出身，难道要赖账不成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大娘子总不能仗着侯府权势赖我们珍宝阁的账吧？传扬出去，永安侯府的脸面可就丢尽了。青雀，奴婢在，把这雅间的门给我锁死！既敢拿个贱婢的名头敲诈当家主母，今日这珍宝阁的招牌，我便替你砸了。大娘子怕是得了失心疯吧？我这珍宝阁可是京城第1首饰铺，背后是有靠山的。一个深宅妇人，掏不出银子就想耍赖撒泼，依我看，这主母之位，你倒不如识趣先让出来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我家夫人乃是。陆大娘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过区10万两银子，侯府又不是拿不出，何必闹得这般难看？就是，大娘子就算心里有气，也不该拿人家掌柜撒气，传出去岂不是落个杜甫的骂名？男人3妻4妾本就是常事，大娘子你这般计较，反倒失了当家主母的度量。度量？我用嫁妆填补侯府亏空，撑起满门风光时，无一人与我论度量。如今一介外室骑到头上，他们倒来教我如何做贤妻。诸位既觉得10万两是小钱，不如替我垫了。10万两？陆明珠，你好大的口气！永安侯府欠的债，凭什么要我们垫？既舍不得掏银子，就给我闭嘴，乖乖看戏便是。大娘子，我劝你还是快把账结了。那位白小娘子说了，她肚子里怀的可是你们侯爷的嫡长子。侯爷亲口吩咐过，但凡白小娘子看上的，都记在侯府账上。你若是不掏钱，惹得侯爷怪罪下来，你这主母的位子，怕是真要易主了。嫡长子，我这个正妻还在，一个连妾都算不上的外室，也配生嫡长子？便是生下来，连庶出都算不上，只配叫孽种。你少在这摆主母的架子！今日若不拿钱，我便闹到顺天府去，让全京城都瞧瞧永安侯夫人是如何苛待怀有身孕的平妻。青雀，掌嘴！你敢打我？打你又如何？一个狗奴才也敢指着当家主母的鼻子狂吠。今日我便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青雀，继续打，打到他吐出那10万两的真话为止。果然是商贾出身，如此泼妇，太凶悍了！你这个毒妇！白小娘子，救命啊！白小娘子，救命啊！废物，不就是让陆明珠掏出10万两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得我亲自出马？掌柜的，可是姐姐不愿替我结账。若是姐姐真的这般小气，若连不买就是了，何必迁怒下人呢？正主终于舍得露面了，开门。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若莲的错。若莲不该有了身孕，就贪恋这些俗物。姐姐若是心疼银钱，
若莲把这些首饰全退了便是。姐姐莫要气坏了身子，怀着身子还这般奔波，若动了胎气可怎么办？陆大娘子，不是我说你，人家姑娘怀着侯府的骨肉，买几件首饰算得了什么？你身为主母，怎的这般容不下人？为了10万两银子，把人家掌柜打成这样，简直是有辱斯文。夫人们莫要怪姐姐，姐姐自是瞧不上我这种小门小户的女子。好在侯爷怜惜，特意赐我贴身玉佩，说只要持此玉佩，侯府的账房任我支取。姐姐，你可认得此物？原来他出了门便解下来给了这个贱婢。沈赫，你拿我的嫁妆在外豢养外室，还敢许他平妻之位，纵他踩到我脸上来！白小娘子，你可要为小人做主啊！这毒妇不仅赖账，还纵容恶奴行凶。您快派人去请侯爷来，休了这个不守妇道的泼妇。姐姐，给掌柜道个歉，再把10万两的账结了，我做主，这事儿便了了。道歉，结账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姐姐，你若是这般胡闹，我可保不住你。快把钱付了，省得大家都难堪。你头上这套凤凰器械是珍宝阁的稀品，价值3万两。你脖子上这串东珠璎珞至少2万两。你一个连侯府大门都没踏过的外室，也敢穿戴5万两的首饰招摇过市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夫君明媒正娶的平妻，这些都是侯爷赏我的，姐姐莫要妒忌。我的脸！有意思，摔下去的瞬间，比起肚子，他更紧张自己的脸。你敢打我？我肚子里可是侯爷的嫡长子，打的就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婢！大渊朝令，宠妾灭妻者杖60，妄称平妻者流放3000里。一个伺候主子的下人，也配在我面前提嫡长子？姐姐，你莫要太嚣张！青雀，把他身上所有余质的东西全都给我扒下来，我倒要看看今日谁敢替他出头。是，夫人。我的头面！你敢！滚开！别碰我！姐姐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陆大娘子，你简直是疯了！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折辱有孕之人，你就不怕损阴德遭报应？伯夫人若是心疼，大可把她接回威远伯府当祖宗供着，只要你家伯爷不嫌脏，我绝不拦着。你住手！我看谁敢动若莲！夫君，快救我！姐姐她要杀了我，还要打掉我们的孩子！沈赫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护着这个贱婢。若莲别怕，为父来了。谁也别想欺负你！我的宝贝孙子没伤着吧？夫君，姐姐说我是个下贱的外室，不配戴这些首饰，她还打我，我肚子好痛啊！蛇蝎毒妇，竟敢对若莲下如此毒手！她怀的可是沈家长子，你自己生不出儿子，还要绝我沈家的后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娶你这么个杜妇进门，不仅打伤若莲，还把掌柜打成这样。你难道想让我们侯府背上仗势欺人的恶名？当年侯府落败，沈赫跪在父亲面前求娶我，沈老夫人许我独掌中馈。不过3年，他们记性倒是差。母亲，侯爷，你们在心疼这个贱婢之前，是不是该先看看这10万两的账单？他拿着你的玉佩挂账侯府，我倒想问问侯爷，
侯府1年的进项不过5000两，这10万两的窟窿，你打算拿什么填？不就是10万两吗？若莲怀了身孕，受不得委屈，买几件首饰怎么了？你执掌中馈，这点钱都拿不出来，我要你何用？就是，你的嫁妆铺子每月那么多进项，拿10万两出来给若莲压压惊也是应该的。你赶紧把钱付了，给若莲和掌柜赔个不是。今日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拿我的嫁妆去养你在外面搞出来的野种，沈赫，你这张脸是不打算要了。放肆！还敢躲？出嫁从夫，你的嫁妆就是侯府的产业，赫儿是侯府的天，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轮得到你一个妇道人家指手画脚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立刻掏对牌，把这10万两结了。死后你安分守己，还能留你正妻之位。再敢废话半句，我今日就以7出这条中的肚子直接休了你。他竟然拿休妻来威胁我，这世道被休妻的女子下场生不如死，这便是我当年瞎了眼要嫁的男人。陆大娘子，你还是认个错吧，女人嘛，终究是要仰仗夫君的。是啊，为了10万两银子被休回娘家，你以后还怎么见人？夫君，别因我让你和姐姐生了间隙。既然姐姐舍不得银子，那若莲不买就是了。大不了若莲不进侯府的门，就在外面随便找个破庙生下这个孩子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听到了吗？若莲如此懂事，你却这般恶毒，把管家对牌交出来，这个家让若莲管。陆明珠，你管得住侯府的银钱，也管不住侯爷的心，如今连钱都管不住了。今日这对牌，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大娘子，侯爷都发话了，你就别死撑着了，赶紧掏钱吧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掌柜的，你在珍宝阁如此欺辱贵客，你的东家知道吗？他怎么突然问这个？莫非不？东家3年都没露过面，还有个深宅妇人不可能认识。去，把他给我按住！不准碰我家夫人！滚开！这里没你这个贱婢说话的份儿。青雀，夫人，奴婢没事。大娘子，别犟了，快把对牌交出来吧。好，我交，不就是要对牌吗？何必这么大动干戈？早拿出来不就结了，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陆明珠，你又耍什么花招？赵掌柜，这套赤金点翠毁了，你说珍宝阁的幕后东家会不会怪罪？这珍宝阁东家身份神秘，从来没人见过真容，传言是东宫太子。去年江南水患，人家一出手便捐出黄金10万两赈灾，陛下亲口嘉许。这等手眼通天的人物，万万不能得罪。陆明珠，是你的贱婢撞坏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这套头面是珍宝阁的镇店之宝，价值10万两。大娘子，你得赔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本来只用10万两，骗他跟头驴一样犟，白白糟蹋10万两银子，一共20万两。大娘子，拿钱吧。说得好，早付钱不就得了？都跟你说了，这珍宝阁的东家，你开罪不起。可是这珍宝阁的东家是我呀。大娘子，您在开什么玩笑？你又在发什么疯？这珍宝阁东家神秘莫测，连皇上都要礼让3分，你一个深宅妇人也敢冒认？姐姐想赖账也编个像样的借口，拿这种谎话唬人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竟敢冒充东家，我要报官，拿你这泼妇下大狱！我看他是真的失心疯了，愣着干什么？
还不赶紧把盾牌抢过来，把他押入柴房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哎呦！反了天了！你个贱婢，竟敢还手！睁开你们的狗眼，看清，这是珍宝阁的地契和顺天府备案的红契。3年前，我就用陪嫁的庄子暗中买下了这间铺子，为避嫌，从未露面，只派了人代为打理。不可能！赵有才，这3年，我让你拿着500两的丰厚月钱，当京城第一铺的掌柜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连真正的东家是谁都没摸清，就敢联合一个外使做假账，敲诈到正主头上来了。这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多银子买下珍宝阁？我娘家可是江南首富，我出嫁时的10里红妆，你以为是摆设吗？倒是侯爷你，连自己夫人的产业都认不出来，还要帮着外人来抢钱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东家竟然真是大娘子！方才我那般失言，我拿珍宝阁的账单讹他，竟讹到东家头上。完了，做假账敲诈东家，按律是要打断双腿流放的。东家饶命！东家饶命啊！都是他，都是这个贱女人逼我的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说这铺子是你表叔的，你是他主动找上我说，只要我配合做10万两假账，等侯府付了钱，就分我3万两。叫人是一时猪油蒙了心，被这狐狸精骗了啊！若莲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夫君，你别听这条疯狗胡说八道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是你收了陆明珠的钱，恶意栽赃我。白若莲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东家，那10万两首饰全被他偷偷拿去当铺死当了，当票肯定还在他身上。夫君，你别信他，我是真心爱慕夫君的，怎会做出这种事？定是姐姐嫉妒我怀了你的孩子，设局害我。哼，青雀，给我搜，把他身上能藏东西的地方全都给我搜一遍，我看他有没有本事把那些当票变没了。陆明珠，你好狠毒的心，竟借口搜身谋害侯爷骨肉。夫君，救我！明珠，若莲还怀着我的骨肉，不可搜身。侯爷的骨肉如此脆弱吗？搜个身就能没了？给我搜！出了事儿我担着。方才得罪了东家，我要将功补功，我也要好好表现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肚子里有侯爷的孩子！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这是城西汇通当铺的死当票据，上面当的正是账单中那套红宝镶金头面，还有那尊白玉观音。他前脚从我铺子里拿走东西，全挂侯府的账，后脚就拿去当铺兑了现银，揣进腰包，再拿着10万两的假账单来找冤大头报销。沈赫，你被人当肥猪一样宰了，还在这傻乎乎心疼你的嫡长子。侯爷这哪是找可心人，分明是找个心机骗子。亏他还当个宝贝，也是蠢透了。你这个骗子，竟敢
敢骗我们侯府的钱！夫君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太害怕了，怕姐姐容不下我。夫君，我只是想攒点傍身的银子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饶了我这次吧。我的肚子好疼！赫儿，还不快把人扶起来，伤到我侯府血脉怎么办？10万两而已，多大点事儿？明珠啊，你都是珍宝阁东家了，还差这点银子，何必闹成这样？明珠，这事也有你的不对。若不是你一直瞧不上若莲，她何苦想方设法攒银子自保？好啊，他敲诈我10万两，倒还成了我的不对了。我算是开了眼，犯错的比苦主还有理了。用子嗣拿捏侯爷，真是好手段。那也是侯爷，好拿捏。好了，陆明珠，你何时变得这般得理不饶人？若莲肚子疼，我得带她去找大夫。也是，侯爷的骨肉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清雀，去百草堂请张大夫过来，为白小娘子诊脉。夫君，我肚子好多了，已经没事了，就不用麻烦大夫了。果然，怀孕是假。张大夫是京城名医，既然来了，还是给妹妹好好瞧瞧，侯爷也安心些。大夫是姐姐专门请来的，谁知道安的什么心？我不是想趁机弄掉我的孩子。本人保过皇嗣，犯得着为你一个外室砸了自己的招牌？夫人，这白小娘子一看就有问题，奴婢去按住她。不必。家父乃宫中御医，我自小跟着家父学习，略懂医术。侯爷若不嫌弃，由我给白小娘子诊脉。如此甚好，白小娘子，薄夫人方才那么护着你，总不至于害你吧？有劳薄夫人。侯爷，白小娘子脉象平稳，根本没有怀孕。不仅如此，她脉象滞涩，气血两亏，想来是常年服用含麝香、红花等寒药，早已绝了子嗣的可能。不仅行骗，连肚子也是装的。侯爷的嫡长子没了。常年服用麝香、红花这等极寒之物，这不是青楼女子才会。侯爷当真好眼光，竟寻了位千娇百媚的绝嗣外室。若莲，你竟敢骗我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侯爷，我错了，侯爷饶命！带下去。慢着，他们犯下的罪，自有大渊律法处置，轮不到侯爷你动用私刑。10万两的烂账算完了，你们侯府的账，现在也该好好算一算。沈赫，你不会真以为侯府这些年能在外面摆阔，靠的是你那点可怜的俸禄吧？3年来，永安侯府在珍宝阁的所有挂账全在这里。大到母亲60大寿时送给各府的头面回礼，小到你打赏狐朋狗友的玉扳指，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总计30万5千两白银。侯爷，你一个铜板都没付过。天哪，30万两，一分没付过，永安侯府竟然穷成这样！一直花媳妇儿的嫁妆就算了，还拿媳妇儿的钱去养外室，真是好大的脸！切，这哪是娶妻，分明是请了个财神爷回家吸血，切，还不懂珍惜，丢死人了！你胡说八道！陆明珠，我是你夫君，你的嫁妆就是我的，我花自己的钱算什么挂账？你当众折辱我，眼里还有没有夫纲？最窝囊的男人最喜欢拿夫纲来压人。你当家主母当众
长国侯爷，太凶悍了！姐姐，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我还要骂你是个不要脸的软骨头！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不知敢也就罢了，还拿我的钱去养一个青楼出来的贱婢，你也配跟我提富冈？沈赫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反了，反了！你这个毒妇，竟敢殴打夫君！我要去衙门告你忤逆不道！去啊！你最好现在就去告，顺便让衙门的大人也好好看看堂堂永安侯府是怎么贪慕儿媳嫁妆的，看看大院律法是判我忤逆，还是判你们沈家抄家流放。不行，这事闹大了，侯府名声就彻底毁了，爵位都保不住。儿媳妇啊，千错万错都是赫儿的错。你看，这些年侯府待你不薄啊，念在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的份上，这账单咱们回家慢慢算，别让外人看了笑。晚了，从你们为了这个人要把我休回娘家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恩断义绝了。从你们踏入珍宝阁的那一刻起，我便要把这些年在侯府受的委屈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拿着我的名帖，带上人，咱们去京兆尹衙门报案。奴婢遵命。来人！陆明珠，你真敢报官！今日我不仅要报官，我还要和离。和离？若是和离，陆明珠会带走所有嫁妆，侯府下个月连米面钱都拿不出来，更别提那30万两的欠款。陆明珠走了，谁来贴补侯府？赫儿，快拦住他！想和离？做梦！陆明珠，你生是我沈家的人，死是我沈家的鬼！没有我的休书，你这辈子休想离开侯府半步！沈赫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。你宠妾灭妻，纵容外室敲诈正妻，光这2条足够京兆尹判你强制和离。你非要讲，我就带着账本和证据去敲登文谷告御状，到时候你丢的可就不只是摇钱树了，还有你头顶上的乌纱帽和这侯爷的爵位。爵位！老夫人，方才那一脚免你5000两欠债。沈赫，我们顺天府见。这可是涉案金额高达10万两的诈骗大案，还牵扯到珍宝阁和侯府，不可怠慢。陆大娘子，已状告赵有才和白若莲2人勾结设局，诈借勒索，可有实证？回大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这是2人伪造的10万两账单，还有白若莲将珍宝阁首饰死当的票据，诸位在场命妇皆可佐证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2人可知罪？大人饶命，小人知罪，都怪白若莲这个贱婢蛊惑小人。你血口喷人，是你骗我在先，是你蛊惑我，明明是你骗我！肃静！大人，白若莲还冒充良家女子，欺瞒永安侯，骗取侯府财物。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这2个刁民套上枷锁，押入大牢。夫君，救我！我不想去大牢，你跟大人求求情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
这个水性杨花的土妇，险些害死本侯！大人，本侯也是受害者，是被这毒妇给蒙蔽了双眼啊！侯爷这般急于撇清关系、推卸责任的模样，当真令人作呕。大人，臣妇还有一事需当堂陈明。这套赤金点翠头面是珍宝阁的镇店之宝，价值10万两，乃侯爷损坏。胡说！明明是你的婢女撞到桌案，导致头面坠落，与我何干？那我请问侯爷，青雀好端端的，又是如何撞到桌案？是侯爷抬脚踹向婢女，婢女撞在桌案上，才导致头面坠地损毁。是侯爷先动手踢人。若非一开始侯爷招惹这么一个青楼女子，为她打伤我的婢女，头面又怎会被损坏？侯爷，此事因你而起，你又毁坏了珍宝阁的财物，且留下配合录口供，再做处置。我可是永安侯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永安侯有何特殊？还请侯爷配合，莫要让本官动强。夫人，你帮我跟大人说句话呀！我们夫妻一场，你真要看我身败名裂吗？侯爷宠妾灭妻，这封和离书有劳大人备案。给我砸！夫人，这边请。夫人，小心台阶。青雀，带人去库房，把我的嫁妆单子拿出来，一件一件对。但凡少了一个铜板，就拿侯府的东西抵。是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这个逆妇，竟敢带着外人来抄家！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有没有宗族规矩？陆氏，你太放肆了！夫妻拌嘴是常有的事，你怎可如此大动干戈，搬空夫家的财物？这成何体统？还敢砸侯府的大门，无法无天了！悍妇，真是悍妇！陆氏，你也听到了。你这般行径简直是败坏妇德，我们沈氏宗族容不下你这样的恶妇。三叔公，您老人家年纪大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。我搬的是自己的嫁妆，什么时候成了夫家的财物？我又如何败坏妇德？你，女子出嫁从夫，那嫁妆本就是沈府财物，劝你即刻回后宅闭门思过，否则老夫便休书陆家，让你爹娘看看你是如何罔顾宗族规矩，惹人耻笑。你们沈氏果然是一路货色，都那么喜欢明目张胆的抢劫。看清楚，这是你们侯府欠我陆明珠的40万两白银。三叔公还不知道吧？你们的好侯爷为了一个青楼妓女，当众要休了我，你们还有何脸面跟我提规矩？和儿寻外事，归根结底是你这个做妻子的失职。若非你3年无所出，和儿何苦为了子嗣烦忧？三叔公说的极是，你一个商贾之女，嫁入侯府已是天大的福气，还敢将夫君送到官府，搬空侯府，简直离经叛道。沈氏，你所作所为桩桩件件触犯7出之条，真闹到宗族，我们完全可以休了你。嫁妆，你1分都别想带走。早就清楚你们喜欢拿宗族规矩压人。说起来，我倒是差点忘了一件大事。沈赫今日在珍宝阁损毁的赤金点翠头面，是陛下感念我捐金10万两赈灾，亲口御赐的圣物。三叔公，你说我若奏请陛下，沈赫损坏御赐之物，宠妾灭妻，贪墨嫁妆，他该当何罪？而你
沈氏宗族包庇纵容沈赫，又该当何罪？这事儿闹到御前，整个沈氏宗族的子弟都会受到牵连，仕途尽毁。哼！你们侯府的家务事，老夫不管了。三叔公，三叔公，你别走啊！造孽呀！我这是娶了个什么活阎王进门啊！继续给我搬！你不能搬！陆明珠，你是要活活气死我呀！把正堂里这套黄花梨的家具也给我搬走，那是我出嫁时打的，别留给他们弄脏了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！这场荒唐的婚姻终于要结束了。乔家美，那就是永安侯偏宠青楼外室，把正头娘子给得罪了，闹到了公堂。听说那外室是个骗子，连肚子都是假的。侯爷被个青楼妓子骗得团团转，真是丢尽了功勋世家的脸。陆明珠，陆明珠，你真把东西都搬走了？我不就是养了个外室吗？京里哪个勋贵没有三妻四妾？你至于做的这么绝，歹毒至极？歹毒？沈赫，你但凡是个人，都说不出这2个字。这3年，你侯府花着我的钱，就该感恩戴德。你若是偷偷养个外室，我只当你本性下贱，也懒得管你。可你愚蠢透顶，让一个贱婢骑在我脸上作威作福，还敢拿休妻逼我，我江南陆氏岂容你这般作践？沈赫，和离书顺天府已备案，记得签字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欠我的40万两，侯爷记得还。呸！陆明珠，一介低贱的商贾，怎配与本侯合礼？东家饶命，断腿，流放。造孽呀！侯爷，赵有才昨夜暴毙大牢了，天助我也！哈哈哈哈哈！赫儿，可是想到法子治一治那个泼妇。你立刻带上钱去一趟赵家，好好慰问孤儿寡母，就说赵有才是被陆明珠活活逼死的，本侯愿为他们做主，同陆明珠对簿公堂。到时京城人人戳陆明珠脊梁骨，他再横，只能被本侯一纸休书扫地出门。妙哉，还是我儿聪明。陆明珠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陆明珠，明日公堂之上，赵有才的遗孀会当着京兆尹，当着满京城百姓的面，控诉你是如何逼死他的夫君。然后呢？只要你带着嫁妆3跪9叩回到侯府，再乖乖帮本侯挑3个能生养的清白小妾，本侯便让沈氏宗族为你开脱，你还是尊贵的侯府夫人。把他丢出去！大胆，敢动本侯！一个烂透的侯府，谁稀罕？你，侯爷还是速速滚回侯府，多吃2斤肉。
你什么意思？明日若判强制和离，侯爷要结节10时挨上60大板，肉多好扛。走。陆明，陆明珠，你等着！大人，陆明珠仗着东家身份，用10万两活活逼死赵掌柜，留下孤儿寡母，好不可怜。本侯身为朝廷勋贵，今日当众休妻，只为赵掌柜讨个公道。侯爷真是菩萨心肠，处处为老百姓着想。呸！因财害人，这种毒妇就该当街问斩！陆明珠，荒谬！作恶之人心中有亏，惊惧而死，与我何干？又有何值得同情？若是花甲老人害命，我们是不是还要心疼他半截身子入了土，当场自刎？陆娘子说得好，你全都是歪理！大人，本侯有人证王氏。传王氏上堂。哼！王大娘子，别怕，只管大声说出你的冤屈。青天大老爷明鉴，民妇夫君勾结外人，做假账敲诈东家，经仵作验查，实为惊惧猝死，怨不得旁人，更怨不得陆娘子。你胡说什么？贱妇，你是不是收了陆明珠的钱，在公堂上做伪证？侯爷，民妇绝不能昧着良心说话。这串破钱是您昨日派人送来的，民妇原物奉还。堂堂侯爷的去，哪像东家出手就是200两，还在江南为我置办宅子田地，安排生计。合着是侯爷用死人大做文章，真无耻！咱被侯爷当枪使了。侯爷真不是东西。侯爷，你贿赂人，就拿一串破钱打发叫花子呢？闭嘴！本侯乃是陛下亲封的永安侯，我沈氏一族有从龙之功，凭你一介商贾也敢妄议？大人，还不速判本侯休妻，让这毒妇退还嫁妆，滚出侯府！若强判和离，只怕惹怒勋贵，当真棘手。太子殿下到。微臣叩见太子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臣永安侯沈赫叩见太子殿下。这点小事，竟劳烦殿下亲自前来为我撑腰。参见太子殿下。从龙之功是沈氏祖上的功德，关你沈赫什么事？大人接着审，秉公处理即可。微臣遵旨。陆娘子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大人明鉴，是沈赫负心在先，恳请大人做主，准臣妇与沈赫和离。你有什么资格提和离？陆明珠，你3年无后是铁一般的事实。那就一定是我的问题，说不定是侯爷你不行呢。侯爷，公堂之上，岂容你放肆？侯爷是否绝嗣，查一查便知。殿下，大人，臣妇已请百草堂张大夫候在堂外。传张大夫。草民每月给大娘子请脉，大娘子气血康健，绝无不孕之症。原来真是侯爷不行啊！一派胡言！本侯怎么可能绝嗣？不可能！既然侯爷如此自信，不如就让张大夫当堂请脉。准。启禀殿下大人，侯爷脉象沉涩，肾气衰微，
乃天烟绝丝之证。庸医，本侯要杀了你！沈赫，沈家的从龙之功是护国护民的底气，不是你作威作福的仪仗。永安侯沈赫宠妾灭妻，证据确凿，一律杖60，准陆明珠合离之情。另侯府所欠40万两，限10日内悉数归还。拖下去，当场行刑。活该！偌大的侯府，账房里竟然连100两都凑不出！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钱庄借40万两回来应急！1个月没发月钱，还当自己是爷呢？要钱就卖宅子呗，老娘不伺候了。本侯就是死，也绝不卖先祖基业。侯爷，您这宅院风水不太行，一口价40万两。什么？这可是永安侯府，还永安侯府呢。侯爷，你如今在京城都活成了笑话，40万两我还觉得给多了。卖，今日就立契。陆明珠，你来干什么？陆东家，地契已签妥，您请过目。买宅子的人，竟然是你！侯爷，40万钱款2清。陆明珠，你好狠的心！狠？沈赫，这才叫真正的狠。青雀，传我令，京城所有商铺，但凡挂的陆氏名头的，一律禁止给永安侯府赊账，不管是买药买粮，一律现银结算，少一个铜板都不行。来人，请侯爷老夫人出去。放开我！陆明珠，你害得本侯好惨！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像我堂堂侯府老太君，临了竟要住到这种破猪圈！造孽呀！娘，张大夫，我母亲客气犯了，速速随本侯走一趟。侯爷，本人出诊费100两，先交钱后看病。100两？你抢钱啊？以前给我娘看病不都只收10两？10两，那是看在陆娘子的面子上。你一个落魄户，也值得我降价？没钱抓什么药？那边是打算喂猪的，白送你。这是什么苦水？以前我顿顿血燕，如今连口好药都喝不上。娘，陆明珠放话，现在全京城都不给侯府赊账。赫儿，女人总是心软的，嘴上闹和离，不过是为了万事争风吃醋。你有一副好皮囊，只要你去求她，说几句漂亮话，保管她乖乖把钱和永安侯府捧到你面前。娘说的对，明日我便去找她认错，陆明珠绝对感激涕零。夫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白如莲那个贱婢被判了流放，我已经替你出气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别碰我，我嫌恶心。夫人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舍不得你，侯府不能没有你啊！你不是舍不得我，你是舍不得我的银子。你也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怕了，怕没了我的资纪，你会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永远都翻不了身。夫人，咱们3年夫妻，你怎能把我想得如此不堪？沈赫，收起你这副深情的嘴脸吧。如今你在我眼底连一条狗都不如。陆明珠，本侯都低声下气跟你道歉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把他扔出去，别脏了珍宝阁的地。
陆明珠，本侯的堂姐可是宫中最得宠的沈贵妃，咱们走着瞧。贵妃娘娘，陆明珠那个蛇蝎毒妇，设计讹走侯府祖宅，母亲这几日被赶到京郊破屋挨冻，险些病死。好大的口气！既然他不知死活，10日后的春日宴，本宫便好好教教这贱妇。陆娘子最近好大的威风，一场和离官司闹得满城风雨。可不是，永安侯府被他一场官司全毁了。女子当以夫君为重，你抛头露面争嫁妆，实在是不成体统。如你这般善妒成性的二嫁女，京城谁人敢要你？娘娘说的极是，怕是倒贴100万嫁妆都没人敢娶。承蒙娘娘关心，自打民妇和离，想入赘江南陆家的公子倒是不少，民妇一个都没瞧上。毕竟，若是再遇上个宠妾灭妻的负心汉，岂不是糟心透顶？陆娘子这张嘴真是绝了。这酒好生上头。陆娘子不胜酒力，奴婢扶您去偏殿歇息。陆明珠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！娘娘，不好了！陆大娘子歇息的偏殿里传出了不堪入耳的污秽之声。天哪，竟敢在后宫行苟且之事！放肆！光天化日秽乱宫闱，本宫要处死这个贱妇！把这不知廉耻的贱妇给本宫抓！老实点儿！怎么会这样？毁我清白，沈赫，你真够下三滥的！娘娘，民妇被人带来此处歇息，竟有人图谋不轨。蠢货，可到底是沈家血脉？来人，把这色胆包天的狂徒，还有心术不正的宫女拖下去杖毙！本宫已经杖毙了宫女和那狂徒，你还有什么不满？民妇感激娘娘，特为娘娘献上谢礼。千年雪莲，竟是本宫寻数年的运药药引。本宫今日当众羞辱你，你为何还要帮我？娘娘护着沈氏族人是忠孝，可若纵容沈氏蛀虫在外胡作非为，便是愚孝。陆娘子，这是娘娘赏你的回礼。娘娘说，愿陆娘子如这火树银花一般坚韧不摧。春日宴之事，娘娘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姑娘，沈贵妃是不是站在咱们这边了？如今连沈贵妃都放弃了沈赫，
他的爵位保不住了。本侯把最后的家底掏出来贿赂侍卫和宫女，还是让陆明珠躲了过去。圣旨到！沈侯爷、沈老夫人接旨。永安侯沈赫品行不端，构陷命妇，即刻褫夺爵位，贬为庶民。沈老夫人诰命封号，一并剥夺，亲子。不可能！我堂姐可是沈贵妃。便是贵妃娘娘，大义灭亲，亲自状告沈侯爷。毒妇！大胆！给咱家扒下他的诰命符！我可是一品诰命，谁敢动我？明珠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！你跟陛下求求情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这一掌打你恩将仇报，这一掌打你宠妾灭妻，这一掌打你阴毒下作。陆东家，只要你消气，怎么打我都行。沈赫，善恶终有报，你这种烂泥就应该永远待在阴沟里发烂发臭。陆明珠，专程来看我笑话呢，你别得意！同为女人，你明明比谁都清楚沈赫是什么货色，为何还要联合他来羞辱我？我在青楼任人作践，凭什么你就能穿金戴银到侯府中我？少废话，赶紧上路！赶紧上路！有什么错？无礼精，敢勾引我夫君！若是当初没贪那10万两，陆娘子如今可是京中首富，镇国公府的小公爷发话，只要您点头进门，他必定为您请来一品诰命的头衔。镇国公府门槛太高，我这2嫁的商贾之女实在高攀不起。王媒婆，请回吧。姑娘，那可是一品诰命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。青雀，我前半生过得太过荒唐，不能把后半生也压在那些随时会变心的男人身上。靠男人施舍的诰命，今天能给，明天就能收回。这世间的身份地位，我陆明珠要靠自己。东家出大事了，江南突发水患，良田被淹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官府赈灾不力，粮价疯涨。传我令，即刻清点司库，捐出90%家产赈灾，陆家粮不敢涨1分钱。我陆明珠就扒了他的皮。东家3思，这90%产业可是陆家几代人打拼的全部身家，您这一捐，咱们就掏空了。江南是生我养我的故乡，我怎能眼睁睁看乡亲们饿死？不是还有朝廷吗？犯不着把家底都搭进去。住口！百姓安则天下安，生意才能长久。若老百姓都饿死，咱们留着金山银山去赚鬼的钱吗？财帛本是身外物，能用俗物救万民于水火，便花得值。夫人，江南传说陆氏一族与您心有灵犀，老太爷已开仓放粮，捐出了90%财物赈灾。东家，沈赫说他现在身无分文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你捐出90%财物，也该赏他口饭吃。陆明珠，陆明珠，赏他饭吃，他配吗？以后只要看到他靠近我的铺子半步，就直接放狗咬。东家说了，珍宝阁的门槛儿岂是你这种垃圾配擦的？好个陆明珠，一介女子竟有如此格局与胸襟，比朝中许多尸位素餐的世家子弟强上100倍。
父皇，大功当重赏。传朕旨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江南陆氏专济灾民，深明大义，特赐封陆明珠为明安县主，赏御赐宅地一座，享县主俸禄钦此。臣女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明安县主，随家家入宫面圣吧。县主深明大义，是咱们京城百姓的活榜样。要不是县主散尽家财开仓放粮，不知要饿死多少人。县主大恩大德。臭要饭的，敢抢老子的馒头，找死！陆明珠，县主，他竟然成了县主！那100万家财，这无上尊荣，原本全都是属于我的！哪来的臭叫花子，敢惊扰县主大驾？滚开！此次江南水灾，全赖县主倾囊相助，本宫代大渊百姓谢过县主。殿下言重了，大渊江山安稳，商贾才能行商。明珠不过是求个长久的财路。明珠，其实本宫这些年关注珍宝阁，一来是获取京城各方消息，而最紧要的是，多年前本宫下江南时便见过你一面，心中早有倾慕之意。若你愿意，可入东宫伴我左右，共享荣华。谢殿下厚爱，可历经一次荒唐婚姻，臣女早已无心婚嫁。比起在深宫之中与人平分恩宠、算计长短，臣女更愿意守着自己的铺子，踏踏实实数钱过日子，自在随喜。明珠果真通透，是本宫狭隘了。连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都求而不得的珍宝，我竟亲手扔了！草民给明安县主请安，县主万安。这世间唯有握在手里的权势和真金白银，才永远不会背叛。姑娘，您如今是皇上亲封的县主，这天底下再也没人敢让您受半分委屈了。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。滚远点！哎呦，这不是曾经风光无限的永安侯，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？阿爸，阿爸。姑娘，您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一只阴沟里的老鼠罢了。